前，我们先来看末日进程之七印七号七碗，因为先把这个轮廓放在我们的思绪里面，然后我们再来进入整本圣经的预言，这样子你才可以在一个轮廓里面涂上颜色。你如果没有轮廓，你涂的颜色那会没有意义，因为东一撇西一撇，东一偏蓝西一偏紫，你看不出一个整体的一个样貌。但是你先有轮廓出来，你就知道在哪里涂上什么颜色，你的整个末日的画册你就涂得出来，你就看见上帝借着整本圣经让我们知道他向末日的所有的预言，他将会怎么样的发生。所以我们先来看七印七号七碗，是让我们对末日的次序先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先把轮廓架构起来。有了架构之后，我们才进入末日进程的整本圣经的综合经文的一个归纳整理。这样子我们就对圣经里面怎么样来讲末日了然于心，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有一个上帝所期待我们演出的角色，以及演出的一个情绪。末日进程的课程里面呢，我们就首先来看七印七号七碗的4个场景。这个4个场景呢，是发生在第3层天、第2层天、第1层天和地底下这4个空间，它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用立体的视觉来看末日的大戏，就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像老约翰一样站在拔摩海岛，然后他在看什么？他看见第3层天发生什么？他看见第2层天发生什么？他看见第1层天，就是他所处的这个世界发生什么，还有地底下发生什么，让我们跟老约翰走在同一个视觉里面，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到信徒被提的时候，能够一同站在玻璃海上面去歌颂赞美神。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来看启示录。好，我们一起来念启示录第5章1到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哇，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老约翰为什么要大哭呢？因为在天上地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那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是谁封住了这个书卷？你看哈，它是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哇，这严重了。这没有能够展开，没有能够观看的，所以我们就要来了解那是谁封上的。好，今天没有人可以打开，问题是谁有那么大本事把它用七印给封严了？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来看，那是谁有那个权柄把这一个书卷封住了？你看这个书卷是拿在哪里？谁的手上？坐在宝座的右手中。哎，这坐宝座的右手中拿着书卷，可是书卷有用吗？没用，因为打不开。所以有书卷打不开，这个叫做什么？连坐宝座的都无能为力。可是为什么会无能为力呢？因为当亚当夏娃他们悖逆神的命令的同时，当他们选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想要与神同等的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就等于拱手让出了这个全地的治理权。
原本神是让亚当受造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管理治理这地，对不对？所以当他去选择顺服撒旦的引诱，去要自己就像撒旦一样想要如神的时候，他等于跟随了撒旦的灵去做事，所以他等于把他的治理权给了撒旦。为什么？因为他跟随了撒旦的灵去做事，所以等于把上帝赐给人类的这个地上的治理权拱手让给了撒旦。所以当耶稣在被撒旦试探的时候，撒旦可以很得意洋洋地对耶稣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我就给谁，只要你拜我，就像亚当拜我一样。亚当发了我的情绪，我给他的暗示，我给他的引诱，他跟着我的思绪去走了。所以呢，你只要跟亚当一样，你只要拜我，这所有的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想给谁我就给谁。那当撒旦从亚当所丢失掉的权利得到了这个地的治理权之后，你想撒旦会轻易的去放弃他吗？不会，他会想要永永远远的得到这个治理的权柄。这就像什么呢？像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是做了一个梦吗？梦里面有金的头，有银的手背，有铜的肚子，有铁的腿，还有半铁半泥的脚的那个大雕像。但尼跟他讲说，王啊，你就是那个金头，下面呢就是那个波斯马代，然后再来就是希腊，然后就是那个东西罗马帝国，然后再分为10国，然后会有一个大大的石头把这个脚给砸了，然后天下呢就成为我主耶和华的国了。好，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一听，我只是一个金头，后面还有人来取代我，所以他不愿意呀。那既然是金头，我干嘛不愿意也是一个金胸啊，金臂啊，金胸，金腿，金脚，金泥啊，我整个都金的，我的王位存到永永远远，你这个大石头来砸你就砸不掉了。所以尼布甲尼撒他也想要让他的王位，他的大巴比伦能够持续永远的统治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最有权柄最有权势的一个帝国。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金像，要人来拜他，要人来把他当神一样膜拜。所以撒旦也一样，当他得到了这个权柄，他不会想要放弃，所以他把用七印封严了。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权柄。什么权柄？在地上的权柄，所以他可以封严他。但是这游戏规则是谁定的？是上帝自己定的，不是撒旦定的。撒旦在上帝的眼里面是一无所有，但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游戏规则。上帝做事情不是没有原则，有他自己的游戏规则，因为他是公义公平的，他不能够背负他自己去做事。所以当撒旦得到了这一个治理权了以后，撒旦第一个他想要取代神，第二个叫做践踏人。撒旦他只要践踏按照神荣耀形象创造的人类，他就是在羞辱创造他的神。这一个比直接羞辱神是不是还来伤透神的心啊？那所以撒旦他要证明他在这个地上的权柄，第一个他取代神的座位，第二个他践踏按着神荣耀形象造的人。那他怎么样践踏人呢？就是让他们的所作所为跟神创造人的时候的那个期待的那个荣美背道而驰。以弗所书2章2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告诉我们说，按照创造主荣耀形象所造出来的人类，
现在是顺服谁？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诶，顺服错了耶，本来应该是顺服造他的父，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因为亚当是什么？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亚当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今天在这个以弗所书说的是什么？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然后是按着什么去做事的？按着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撒旦怎么样在这个世界统治？是让人去顺服他，让人的行为顺着邪灵的行为去做。所以现在普遍的社会越来越离经叛道，行为越光怪陆离。现在越来是男不男女不女，人不人鬼不鬼，这叫做什么？潮流，叫做民主，叫做现代，这叫做荣誉，叫做开放。好像这个才是我是赶得上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在这个世代会把这些事情看得这么正常，甚至于是正面的、正向的去给他，去好像在新闻或者所有的媒体上面都认为这个是健康的表现，这个是先进的表现。然后甚至于在美国立法，12岁以上的孩子可以自己主张你要变性，你是男的，你可以主张你是要变成女的，不是心理主张而已哦，是生理上面你去换一个器官，去切割，这个是不可挽回的。而这种事情不需要父母知道，不需要经过父母，投票都还得20岁呢，喝酒都还要在20岁呢，抽烟都还要20岁呢，但是变性12岁就够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促使他去做这些的行为，去选择这些的行为，让上帝创造的各从其类的法则怎么样？完全的打破掉。我就是不让你各从其类，你想男就男，你想女就女。这叫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所以当我们看见了这个世代在这样子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而上帝却无可奈何，拿着那个书卷却不能展开。所以老约翰大哭，没有法了吗？不能够有制衡的力量了吗？世界就这样完蛋了吗？世界就这样子任凭撒旦践踏，没有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吗？人性都一定要被践踏到这样子，完全没有一个人应该有的尊荣了吗？长老中呢，就有一个说什么呢？我们来看啊，启示录5章5节，他说什么？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哇，上帝有一个解套，他这个解套是什么？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也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从犹大支派中出来的。我们常常称弥赛亚，说他是犹大的狮子。好，那因为是在雅各他临终之前为他的12个儿子的预言。创世纪49章9节这边有说到，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身下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雅各他在为犹大说预言的时候，讲到这个支派后来会出现一个如同狮子的人。那他会做什么呢？他说：龟必不离犹大，
龟是什么呢？那龟就是在祭祀的时候，会有一块玉，掌那个玉的人呢，他就是现在在这个祭祀大典里面地位最高的。就好像如果说是像在中国的这个历朝，不是有祭天吗？祭天的时候，龟拿在谁的手上？拿在王的手上，就是拿在那个皇帝的手上，因为他就是在这个祭祀里面地位最高的。那所以这边说龟必不离犹大，就是说这个最高等级权柄祭祀的这个地位会一直在这个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你看人拿这根杖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他前面，就是他的权柄，万民都必归顺他。所以他会讲到说，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会有一个最高的权柄和地位，而且万民都会来归顺他。然后谁是大卫的根呢？在耶利米书23章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两处的经文呢，就是来指向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这呢，两者指的是同一个人。这两个暗示之后，启示录5章6节告诉我们，这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那他是谁呢？启示录5章6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天下去的。好，所以你看又给我们线索，一个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第三个线索是什么？像是被杀过的羔羊。那我们晓得在以赛亚书，他曾经形容弥赛亚是什么？以赛亚书53章7节，他形容弥赛亚在地上的时候，他是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这个有权柄可以展开那个书卷，揭开七印的那一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是说，上帝在启示录所写出来的这一些，谁有权柄揭开这个印，不是空穴来风说谁可以揭开，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什么？有根有据。而这个有根有据是从创世纪的时候，雅各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那但是呢，其实重点不单单在于预言说这个配得展开七印的这个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像是被杀过的羔羊，不单单只是预言说这样子的景象，重点是在什么？这节经文后面说的他已得胜。启示录5章5节，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重点是在预言的这一个弥赛亚，他已得胜。那他是怎么得胜的？因为我们刚所讲说，封印跟解开印这个的游戏规则是上帝自己定的，不是撒旦有什么样的权柄可以去辖制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了解上帝的逻辑，我们才会知道开这个印它的意义是在哪里。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待神做事的这种心意目的的时候，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视角跟心情。黑暗中他似